都说屁股大的女人好生养，是天生的坐龙之相，将来必能当上皇后。于是出征前，他握着娘亲的手，一字一句，让囡囡学武，3年后进宫选秀。娘亲哭着点头，结果转天就请来武师，我懵了。娘，爹不是说让我学武吗？对，你爹说让你学武，供你修行保命。3年后，我一身腱子肉，门开2式硬功，一刀劈断碗口粗的木桩。选秀当天，主考官让展示才艺，前面的姑娘吟诗绘画，翩翩起舞，那叫一个我见犹怜。轮到我时，我直接抄起边上的铜鼎，单手举过了头顶。圣上看呆了，当场拍板：此女武艺超群，赐封6品带刀侍卫。旨意一出，满座皆惊，我愣在原地。侍卫，带刀侍卫，娘亲不是说选秀是给皇帝当老婆吗？怎么变成给皇帝当保镖了？我当场石化，我娘拉着我的手，脸上是控制不住的狂喜。奶奶，你听到了吗？圣上看中你呢，6品，一上来就是6品，你爹当初熬了10年才到6品。我看着娘亲，她的快乐是真的，她的骄傲也是真的，但我知道事情好像和我预想的不一样，爹爹的计划好像出了岔子。半个月后，父亲凯旋班师，他刚进城未及卸甲，我和娘亲便快步上前迎接。爹爹看到我们面露笑容，老爷您可算回来了，我跟您说个大喜事。怎么，是囡囡出息了吗？爹爹拍着娘亲的背，目光落在我身上。囡囡选秀如何了？圣上可留下牌子？留了，何止是留了，圣上当场就下了旨，封了囡囡做官。后宫妃嫔如何做官？圣上说咱们囡囡武艺超群，特封为6品带刀侍卫。爹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武艺超群，带刀侍卫。是啊，多亏了你当年的嘱咐，我给囡囡请了最好的武师，现在囡囡能开2室的新宫呢。爹爹悲愤仰天长啸，急火攻心，眼前一黑，直挺挺的倒下去。深夜，爹爹在府中转醒，他脸色惨白，指着床前一身五味符的我，气得浑身发抖。你这逆女，我是让你去后宫享清福的，你跑去御前挡什么刀？皇宫是吃人的龙潭虎穴，丞相魏无极更是阴险狡诈，一个姑娘家当差，卷入纷争丢了性命怎么办？我见他又要气晕，赶紧拍着胸脯保证：爹您放心，女儿进宫绝不多事，定当拱命，远离魏无极。宫里的明枪暗箭争权夺利，只要不耽误我领俸禄，我全当看不见。我就做个低调拿月钱的本分人，绝不惹事。爹爹看着我这副一心只想攒钱的倒霉模样，满脑子的政治蓝图碎得稀烂，最后只能化作一声长叹。第2天，我换上镇殿服，挎着横刀正式上岗。紫宸殿外，大圣皇帝萧景琛负手而立，看着我挺拔的站姿，眼底却划过一抹猜忌。他生性多疑，选秀时点下我，固然是看中了我那身蛮力，能用来搅乱世家的算盘。可如今人真到了御前，越想越觉得反常。他本就因前朝流言，猜忌沈老将军与丞相暗中勾结，如今见沈家送进来的不是娇滴滴的妃嫔，而是一个能倒拔垂杨柳的怪物。正常官家千金，怎会有这般害人的身手？他深知魏无极手下养了一批善于伪装的顶尖死士，只怕沈老将军为了向丞相表忠心，竟配合魏无极演了这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眼前这丫头根本不是真正的沈家女，而是相府的王牌杀手，被堂而皇之的送到了他这个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为了揪出我的底细，萧景琛决意动用相府的暗桩暗号，亲自给我下一剂猛药。深夜冷风一吹，我正靠着盘龙柱算伙食费，一道黑影如大黑耗子般摸来，那是萧景琛的心腹太监，伪装成相府联络人，蒙面凑到我跟前，塞来一锭50两金元宝，随即疯狂挤眉弄眼，比出相府的复杂手势，撅着屁股就像抱了个大西瓜。他压低嗓音对出暗号：相爷有命，天王盖地虎。暗处萧景琛紧盯着我，他早有推算，若我是死士就会对答暗号收下金子，若是别家探子也会警惕拔刀。可我盯着手里的元宝，脑子里算盘拨得火星直冒，大半夜的居然有人白给钱。我毫不犹豫地把金元宝塞进嘴里，咬了一排清晰深刻的牙印，再看眼前眼皮抽筋、爆空气西瓜的蒙面人，我顿时明白，深夜来紫宸殿行贿御前5位，这哪是刺客，这是送上门的业绩。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那太监下半句都没说出口，就被一巴掌拍得转了3圈半，双眼翻白晕在石板上，睡得安详。我像拎小鸡似的薅住他后颈，兴冲冲拖进大殿，像扔破麻袋般丢在萧景琛脚下。属下有要事禀报，陛下，此人眼歪嘴斜，四羊癫疯，还比划着要吃大西瓜，定是一名想行贿我的刺客。敢问陛下，这50两赃款
能不能加急算成我本月赏银？萧景晨看着地上肿成馒头、口吐白沫的太监，再看看我那一脸真诚，他陷入沉默。哪家权谋老狐狸会养出为50两赏银就卖联络人的憨货？第一关试探我歪打正着过了，这可刺痛了。魏无极安插在宫中的眼线，也就是禁军统领赵啸天，他见我首日当差便得皇上赏识，心中警铃大作，他当即决意除掉我。傍晚换房时，赵啸天带亲信拦住我：沈武卫，你初来乍到，正该历练历练。我放下啃着的苹果，规矩抱拳：统领大人有何吩咐？可是要派差使。赵啸天皮笑肉不笑，指向城西：今夜你去皇家百兽园值夜，那里养着西域异兽，是皇家重地，你身强体壮，最适合这差事。我一听夜班，当即皱眉：大人这是连轴苦差，敢问内务府给双倍夜勤赏银吗？赵啸天一愣，亲信面面相觑，他眼底鄙夷更深，真是没见过世面的蠢货，死到临头还惦记碎银子。赵啸天强装大度：只要你守好百兽园，明早本统领上报记功，额外赏银少不了。我一听有双倍外快，眼睛瞬间亮了。多谢统领提拔，答应的干脆利落，还感激的鞠了一躬。看着我欢天喜地离去的背影，赵啸天冷哼吩咐：去把百兽园食人黑虎的铁笼打开一截，明早去给这神武卫收骨头。深夜皇家百兽园寂静渗人，高墙耸立，偶有野兽低嚎。赵啸天故意没给我安排搭档，偌大园子只有我一人守着，刚在假山旁找了个舒服的角度躺着，突然腥风扑面，一头体型庞大、双眼泛绿的食人黑虎流着腥臭口水朝我猛扑，血盆大口直逼面门。我谨记老爹那不惹是非、不轻易杀生的教诲，慌乱中掏出怀里娘亲塞的北域军粮大列巴，这东西坚硬，能砸死野狼。吃我一记暗器！我凭着蛮力把半块大列巴塞进虎嘴，清脆巨响划破夜色。黑虎咬在实心大列巴上，当场崩断2颗獠牙。黑虎痛得满地打滚，口吐白沫，随即双眼一翻，直接痛晕。我捡起大列巴擦去口水，满心可惜还没啃完，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落在了百兽园的墙头。萧景晨的暗卫早将赵啸天那点借刀杀人的伎俩禀报于他，萧景晨刻意没有派人阻拦，他要看看我究竟还藏着多少能耐。可他看到的画面荒谬至极，那让人闻风丧胆的食人黑虎此刻正四脚朝天，口吐白沫瘫在地上，而我舒舒服服靠在虎肚子上，抱着半块大列巴睡得正香，嘴角挂着口水嘟囔着8月前买5斤红烧肉。月光洒落，萧景晨紧握剑柄的手缓缓松开，看着毫无防备睡相粗鲁的我，他断定没有任何老谋深算之辈能养出这种视财如命的憨傻怪物。在尔虞我诈的深宫里，我显得实在又纯粹，他嘴角忍不住上扬，第一次生出无奈笑意与踏实感。也罢，既然是一把没心没肺的钝刀，那朕就亲自握紧。第二天一早，我精神抖擞去当差。赵啸天见我完好无损，如同见了鬼。统领大人，昨晚黑虎吃坏肚子晕了，属下没动武力，不算坏规矩。赵啸天面皮抽搐，说不出话。就在这时，魏贵妃派人前来，说宫里新得前朝古画，请皇上赏鉴，特意点名让我伺候笔墨。萧景晨眉头微蹙，心知这是针对他和我的鸿门宴，刚想调开我，太监又补充：娘娘说今日当差有3倍赏钱。我脑子里算盘打得震天响，站岗磨墨就能拿3倍银子，这美差难找。我双眼放光，按住横刀单膝跪地：主子，属下愿往，为娘娘伺候笔墨是分内之事。萧景晨被我财迷模样噎住，嘴角抽动，无奈挥手：准了。双菊亭内暗香浮豆，魏贵妃端坐主位，满眼算计，挥手让宫女端上托盘，盘中是坚硬如铁的极寒冰沫，喝薄如蝉翼，易碎的冰裂纹玉燕。魏贵妃眼唇冷笑下令：神武卫，研墨吧。这是死局，冰沫坚硬，不用力研不出墨，是欺君之罪，用力就会压碎玉燕，是死罪。魏贵妃想看皇帝为我低头，可我只嫌弃宫里物件太差，冻得像石头。在众人目光中，我2根手指捏起冰沫，稍一发力，连刀剑难劈的冰沫被我捏成细腻粉末。我拍手将墨粉撒在完好玉燕上，提水壶倒水，用手指搅匀。娘娘，墨研好了。我擦手诚恳补充：属下老家烧造的煤球都比这结实。庭内一片死寂，魏贵妃盯着墨汁，吓得花容失色，双腿发软，满肚子阴谋卡在喉咙，说不出话。这是人的手吗？萧景晨端茶拼命憋笑，他看清在绝对蛮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笑话。神武卫研墨有功，当重赏，即日起破格提拔，沈之意为1品贴身内卫，旁伴朕左右。我听闻连跳5级，当场跪地磕头，大声谢恩。谢主子隆恩。敢问1品内卫管不管1日3餐？年底有额外赏银吗？萧景晨看着我满眼银子的模样，放声大笑，阴郁眼眸冰雪消融，彻底喜欢上我这份质朴。3餐管饱，赏银加倍。我握紧腰刀，心满意足，算是这金饭碗彻底端牢。
可我不知道，萧景琛仍要做最后一次试探，这不是防备，而是他渴求一个能将后背彻底交付的理由。这日紫宸殿只有我和萧景琛，他坐在紫檀大案前批阅奏折，突然起身离去，将一份写着绝密的折子留在桌边。折子半掩，隐约可见是丞相魏无极勾结党羽的名单。朕去偏殿更衣，你在此看守。萧景琛躲在暗门后紧盯我，按他推演，这份名单价值连城。我若是丞相死士，定会偷看他印；若是别家探子，也绝不会放过。大殿寂静，我看向那份绝密名单，见我伸手向前，萧景琛屏住呼吸，暗卫也已准备好擒拿，而我只是皱眉警觉。这名贵的紫檀大案受了潮，左边桌腿轻微摇晃，若桌子摇晃，洒了茶水弄脏地毯，就是当班重大过失，要扣半年俸禄。我的亲娘哎，这还得了！环顾大殿空无一物，我最终目光落在纸质厚实的绝密名单上。在萧景琛震惊的目光中，我抓起名单随意叠成方块，蹲下身塞进桌腿下，还抬脚用力踩了2下。大案纹丝不动，我如释重负拍手，庆幸保住赏银。暗门后的萧景琛世界观遭受重创，看着桌角露出的名单，他得出荒谬又自洽的结论：没有死士会放弃颠覆朝局的情报，拿去垫桌腿。他的庆幸绝非演戏，若他是卧底，丞相早被气死。这一刻，萧景琛心中防备高墙轰然倒塌，眼中猜忌化为彻底信任。他推开暗门走出，可刚踏入大殿，紫宸殿大门就被巨力撞开。丞相魏无极面容阴鸷，带着数十名禁军闯入大殿。陛下，臣听闻宫中进刺客特来护驾，请陛下交出兵符，由老臣接管京城防卫。这不是护驾，是明目张胆的逼宫。萧景琛冷眼看着魏无极，君臣彻底撕破脸，大殿气氛降至冰点，剑拔弩张。魏无极的逼宫只是幌子，真正杀招在头顶。一道鬼魅黑影，手持淬毒宝剑从天而降。给我死！萧景琛瞳孔骤缩，就在这绝境中，我猛地爆发，身形如凶兽扑向萧景琛。主子当心！那绝顶死士手中的宝剑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劈向了死死将皇帝护在身下的沈之意。大殿内胆小的文官已经吓得闭上了眼睛，丞相魏无极的嘴角甚至已经勾起了一抹胜利的冷笑。萧景琛被我死死按在龙椅上，他隔着咫尺的距离看着我毫不犹豫挡刀的背影，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攥住，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目眦欲裂。然而预想中血肉横飞的画面并没有出现，一声宛如洪钟大吕般的金石撞击声在紫宸殿内轰然炸响。那柄号称削铁如泥、淬了剧毒的绝世宝剑，在狠狠劈中我后背的那一刻，不仅没能伤我分毫，反而被我练了10几年、早已炉火纯青的硬气功当场震成了好几截，断裂的废铁掉了一地。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那名上一秒还杀气腾腾的绝顶死士，此刻举着手里光秃秃的剑柄，整个人都傻了。他那双露在黑布外的眼睛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迷茫与怀疑。我猛地转过头，眼神极其嫌弃，仿佛在看一个砸我饭碗的仇人。不知道我这身衣服是内务府刚发的新工装吗？砍坏了你赔啊！我甚至懒得拔刀，直接反手一挥，像赶苍蝇一样，一巴掌拍在了那名死士的胸口。那名绝顶死士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横飞出去，重重地撞在远处的盘龙柱上，双眼一翻，干脆地晕死了过去。全场鸦雀无声，满朝文武，包括不可一世的丞相魏无极，全都像见鬼一样瞪大了眼睛。而我拍飞了刺客后，急着起身去查看被我压在身下的老板有没有受惊。为了借力，我顺手一巴掌拍在了身下那张纯金打造的龙椅扶手上，伴随着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断裂声，那张传承了数代，象征着大圣王朝至高皇权、纯金浇铸的龙椅，终究是没能承受住。我这天生神力的随手一拍，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纯金龙椅的右半边直接塌陷，碎成了一堆扭曲的金块。我刚刚站直的身体瞬间僵硬了，我低头看了看那堆碎金子，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脑子里那根名为理智的弦断了。完了，全完了。如果说打碎一块玉佩要靠100年工资，那拍碎一张纯金龙椅，我是不是得给大圣皇室打10万年的白狗？就在我陷入了巨大的财务恐慌，大脑一片空白之时，反应过来的禁军统领赵啸天立刻拔出腰间佩刀，像疯狗一样跳了出来。大胆沈之意！赵啸天指着那堆碎金子，厉声怒喝：你竟敢损毁御用龙椅，此乃藐视皇权、大逆不道之死罪！禁军何在？还不将这逆贼拿下，就地格杀！门外的禁军刚要涌入，都给朕闭嘴！一声夹杂着雷霆之怒的暴喝震彻大殿。萧景琛从那堆碎金子中站了起来，他连衣服上的灰尘都顾不得拍，
一把将还在发懵的我扯到了他的身后，用一种护短的霸道姿态将我牢牢挡住。萧景晨冷冷地盯着赵啸天，眼神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此时此刻，在这位腹黑帝王的脑海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翻江倒海的头脑风暴。龙椅碎了算个什么东西？他只知道，在刚刚那个必死的绝境里，满朝文武无一人敢动，只有这个少女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替他挡下了那致命一剑。他甚至为了能够快速起身保护他，情急之下才拍碎了龙椅。这份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绝对忠诚，这份将他护在身后的绝对安全感，别说是一张龙椅，就算是把整个紫宸殿给拆了，他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他一根汗毛。赵小天，你好大的胆子！萧景晨声音冰寒刺骨，带着不容置疑的帝王威压。沈内卫乃是护驾的头号功臣，若不是他，朕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可是皇上，那龙椅……赵啸天硬着头皮还想争辩，朕的龙椅，他想怎么砸就怎么砸，哪怕他今天把这大殿拆了当柴烧，也是朕准许的。萧景晨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随后目光如刀，狠狠扫过魏无极那张铁青的脸。怎么，丞相的死尸没能杀得了朕？现在统领大人倒是迫不及待的想替刺客除掉朕的贴身护卫了。此诛心之论一出，赵啸天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冷汗直冒。魏无极也咬紧了后槽牙，眼底闪过一丝忌惮。他看了看地上那把断成废铁的绝世宝剑，又看了看被萧景晨护在身后毫发无损的我，心底终于升起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魏无极意识到，常规的兵刃和刺杀对这个刀枪不入的怪物根本毫无作用。老臣不敢，老臣救驾来迟，还望皇上恕罪。魏无极深吸了一口气，带着极度不甘缓缓低下了头。大殿里极静，萧景晨没让他平身，他冷冷看着魏无极那张虚伪的脸。杀个丞相容易，但他手里的京城兵权还没收回来，现在翻脸会逼他立刻造反。但萧景晨绝不吃哑巴亏。萧景晨走下御阶，赵轩碾过地上的断剑。救驾来迟，那丞相这趟来的可真够贵。他指了指身后那堆被我拍成废铁的纯金龙椅。刺客惊扰圣驾，毁了朕的龙椅。丞相身为百官之士，协理京城主防务，难辞其咎。萧景晨语气很淡，却带着刀子。罚俸3年，另外从相府的司库里拨10万两黄金，把这大殿和龙椅给朕原样修吧。魏无极猛地抬起头，眼皮狂跳，10万两黄金，这比直接砍他一刀还让他吐血。皇上，这怎么，丞相不愿意替朕分忧？萧景晨眼神一沉，脚下的断剑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魏无极看了看那个徒手能碎金的沈之意，又看了看满地狼藉，他咽了口血水，把头重重磕在青砖上。老臣遵旨。一场剑拔弩张的逼宫杀局被迫草草收场，大殿内恢复了死寂，而一直被萧景晨护在身后的我，此刻正疯狂地压抑着疯狂上扬的嘴角。主子刚才说什么？他说他的龙椅，我想怎么砸就怎么砸。我的老天爷啊，这是什么神仙老板？这是什么顶级企业文化？不仅不扣工资，甚至还当众免除了我的巨额赔偿责任。我看着萧景晨那并不宽阔，却在此刻显得无比伟岸的背影，眼眶都有些温热了。这不仅是我的金主，这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从今天起，谁要是敢让这位老板少喘一口气，我就让他全家都喘不上气。沈之意。萧景晨处理完乱局，转过身，目光深沉且温柔地看着我。属下在。我立刻站直身体，声音洪亮的，仿佛能穿透大殿。萧景晨看着我这副精神百倍的样子，以为我是死里逃生后的激动，不由得轻笑了一声。护驾有功，重赏。我两眼放光，双手抱拳，连腰杆都挺得更直了。愿为主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只要不扣钱就行。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一个满眼都是他果然对我忠心耿耿，一个满眼都是老板大气，我必生死相随。一场南辕北辙的跨服聊天，在紫宸殿的废墟中达成了史诗级的和谐。紫宸殿那场堪称闹剧的遇刺事件后，丞相魏无极彻底抑郁了。坐在相府的书房里，魏无极看着那把断成几节的绝世宝剑，百思不得其解。他算计了一辈子权谋，却怎么也算不透，这世上怎么会有那种连宝剑都能震断的钢筋铁骨？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魏无极眼底闪过一丝阴狠，既然物理超度不了，那就用后宫的阴司手段。他连夜给宫里的魏贵妃递了密信，让她动用西域奇毒和机关暗器，务必除掉这个眼中钉。第二天下午，魏贵妃身边的首领太监便满脸堆笑地来到了紫宸殿外。沈内卫，昨日您护驾有功，我们贵妃娘娘特意在双菊亭备下了极品的西湖龙井，说要亲自赐茶，还准备了100两黄金作为押金赏银呐。100两黄金！我原本正靠在柱子上打瞌睡，一听这话，两眼瞬间放射出饿狼般的光芒。喝杯茶就能拿100两黄金，这后宫的娘娘们果然都是人傻钱多的活菩萨啊！带路，属下现在就去给娘娘请安。我把玄铁横刀往腰间一别，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了发薪现场。双菊亭内轻纱漫帐，魏贵妃端坐在石桌旁，看着我大步
不留心的走进来，眼底极快的划过一抹恶毒的冷芒。石桌上放着一只薄如蝉翼的粉彩瓷杯，杯子里盛着的是见血封喉的西域奇毒千机药，只要沾上哪怕一滴，哪怕是一头大象，也会在顷刻间化为一滩血水。沈内卫护驾辛苦了，本宫特赐你这杯好茶。魏贵妃端起那杯毒茶，皮笑肉不笑地递了过来。我满脑子都是那100两黄金，毫无防备地伸出手，一把接过了那只粉彩瓷杯。然而，就在我指尖捏住杯壁的瞬间，这杯子实在太薄了，薄到我那常年累月炼金钟罩铁布衫、长满厚重老茧的手指根本感知不到它的硬度。我只是习惯性的用平时拿大猎疤的力度，微微收拢了一下指腹，一声清脆的碎裂声，那只名贵的粉彩瓷杯，连同魏贵妃那恶毒的算计，被我这2根手指头当场捏得粉碎。滚烫的毒茶夹杂着瓷片，瞬间泼了我满手，然后滴落在了汉白玉的地面上。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白烟腾空而起，坚硬的汉白玉地砖竟被这毒水瞬间腐蚀，出了几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散发着极其刺鼻的焦臭味。魏贵妃吓得尖叫一声，整个人猛地往后缩去，脸色惨白如纸。你的手！她死死盯着我的手，仿佛活见鬼了一般。我甩了甩手上的毒水和瓷片，看了看自己连一点红印都没留下的掌心，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我那练了10几年的横练硬气功，早已经是百毒不侵，刀枪不入。这区区毒水，连我手上的死皮都烫不穿。但我很生气，娘娘，我脸色一沉，语气里充满了打工人被职场诈骗的愤怒。您若是不想给那100两黄金，直说便是，何必拿这种连纸糊都不如的劣质杯子来碰瓷属下？这要是刚才那碎片崩进了我的眼睛里，算不算工伤？内务府给不给报销医药费？魏贵妃的嘴唇疯狂哆嗦着，大脑已经彻底宕机。那可是连骨头都能化掉的千机药啊！她不仅没事，她还在关心工伤报销。没碰瓷。魏贵妃强压下心中的恐惧，为了完成父亲的死任务，她颤抖着站起身，指向了亭子后方的一条石子小路。沈内卫，茶洒了便罢了，后花园那边的库房里就放着本宫赏你的黄金，你自己去取吧。那条石子小路看似寻常，实则地下埋满了精密的金刚连环击阔，只要踩错一步，哪怕是绝顶高手，也会被地底射出的万千钢针射成刺猬。一听黄金就在前面，我哪还顾得上计较杯子的事？多谢娘娘。我中气十足的道了声谢，大步流星的踏上了那条石子小路。刚走2步，我就察觉出不对劲了，这路面的石子下面怎么空荡荡的，踩上去还伴随着细微的咔嗒声，明显是铺路的时候偷工减料，地基没打实。我脑子里的安保警报再次拉响，皇上平时最喜欢来御花园散步，万一这不平坦的路面把老板尊贵的脚给崴了怎么办？老板崴了脚就是龙体有恙，那就是御前护卫严重失职，就等于要扣光我所有的绩效奖金，甚至面临开除风险。岂有此理！这帮修路的工匠简直是在砸我的饭碗。为了杜绝这个巨大的安全隐患，我当机立断，深吸一口气，气沉丹田，将10×10的横练千斤坠内力全数灌注于双腿之上。给我平！我一脚重重地跺了下去，整个御花园仿佛发生了一场微型地震，方圆10丈内的地面剧烈震颤，伴随着地下传来的一阵令人牙酸的、令人绝望的钢铁扭曲声。那些造价昂贵、布置极其精妙的连环击阔、金刚齿轮、毒针弹簧，在绝对的蛮力碾压下，被我这一脚硬生生踩成了一堆深埋地底的废铁饼。我嫌一脚不够，极其认真负责的在这条小路上来回走了2趟，一脚一个深坑，直到确认每一寸地面都被我踩得死死贴实，绝对不可能再崴到主子的脚后，我才满意的拍了拍手。而站在亭子里的魏贵妃已经彻底崩溃了，她亲眼看着那个怪物像一台毫无感情的推土机，把相府花了数万两白银打造的绝杀大阵当成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一脚一脚的踩成了平地。季阔连一根针都没来得及发射，就已经胎死腹中。魏贵妃的世界观彻底粉碎了，她发出一声变调的尖叫，连头饰掉在了地上都顾不得捡，在一群宫女的搀扶下，连滚带爬落荒而逃。半个时辰后，紫宸殿内，暗卫单膝跪地，将御花园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萧锦晨。当听到沈之一手沾其毒却安然无恙，把绝杀阵当成豆腐渣工程踩平时，萧锦晨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低低地笑出了声。这确实是他能干得出来的事。然而当暗卫说到魏贵妃试图用千机药毒杀沈内卫时，萧锦晨嘴角的笑意瞬间凝固，大殿内的温度骤降至冰点，一股实质般的杀意从这位大圣帝王的身上弥漫开来。萧锦晨死死捏着手中的朱砂玉笔，子豪断成了2截。他以为自己只是把它当成一把趁手的兵器，当成一个有趣的乐子，可当听到他差一点就被毒害时，他才恍然惊觉，自己的心脏竟不受控制的剧烈收缩了一下，那种近乎暴力的恐慌感是他登基以来从未有过的。魏无极，
萧景琛缓缓抬起眼眸，眼底翻涌着极度危险的风暴。朝堂争斗，他可以忍辱负重；逼宫夺权，他可以见招拆招。但唯独那个清澈市侩，拼了命也要护着他，连陆不平都要替他踩平的傻丫头，是任何人都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萧景琛随手将断裂的玉笔置于地上，声音冷酷如修罗：敢动朕的人，朕要整个项羽为他这位毒茶陪葬。在这阴暗诡谲的皇权博弈中，大圣王朝的帝王第一次有了他绝对不可触碰的逆鳞。自从魏贵妃在御花园设局失败，并被吓破了胆后，后宫迎来了一段诡异的平静期。但我心里门清，作为一品贴身内卫，拿了3倍的月钱，这高风险高回报的道理我懂。入秋后的一个深夜，冷风瑟瑟，萧景琛在御书房内批阅密折，我则尽职尽责地守在外殿。就在我因为无聊，正准备从怀里掏出半个大列巴磨磨牙的时候，御书房那扇极其厚重的雕花木窗外突然传来了一阵窸窣声，紧接着窗纸被一根纤细的竹管悄无声息地捅破，一股淡淡的几乎无色无味的白烟顺着竹管缓缓吹入了大殿。这是北离国最顶尖的暗炭，使用的西域旗独醉三秋，只需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就能让一头成年的大象昏睡3天3夜。大殿外赵啸天手下那些负责外围巡逻的禁军，此刻已经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毫无知觉地瘫了一地。白烟很快弥漫到了我的鼻尖，我深吸了一口气，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死结。我响亮地打了个喷嚏，满脸嫌弃地用手扇了扇鼻子。内务府那帮贪墨的狗东西，采买的这是什么劣质熏香？怎么一股子发霉的土腥味？我那练到极致的横练内功早已百毒不侵，这足以放倒千军万马的醉三秋，吸进我的肺里，就跟闻了一口发霉的陈年老灰没有任何区别。但我脑子里的安保警报再次疯狂作响，这熏香这么刺鼻，万一飘进内殿，把正在看文件的老板给呛着了怎么办？主子要是得了风寒就不能上朝，生病了就容易暴躁，极有可能定我这个贴身内卫的照顾不周之罪。岂有此理！谁也别想动老娘的绩效考核！为了保护老板尊贵的呼吸道，我当机立断，大步流星地走到那扇雕花木窗前。御书房的这扇窗户乃是100年的金丝楠木混合金铁打造，平时为了防刺客，沉重无比，开关都需要8个健壮的小太监合力推动。但我嫌叫人太麻烦，直接伸出单手扣住窗框边缘，气沉丹田，随意地往外一推，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木石摩擦声，那扇需要8人合力的重型铁木窗被我用极其粗暴的蛮力单手一把推得完全敞开，甚至连窗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深秋的冷风瞬间灌入，将店内那股发霉的迷香吹得干干净净。我满意的拍了拍手，这就通透多了。然而我这猛地一推窗，却把正像壁虎一样四肢吸附在窗外墙壁上，准备等迷香发作后潜入盗取大圣边防图的北离顶尖暗探，给吓得差点魂飞魄散。那暗探浑身僵硬地挂在墙上，一抬头正好对上了我那双清澈且极度不满的眼睛。暗探懵了，他看了看自己手里还在冒烟的竹管，又看了看面色红润毫无半点中毒迹象的我，大脑一片空白。你怎么没晕？大半夜的，你怕我家老板穿个几下，放发霉的烟雾弹？我看着他这身不合身的夜行衣，心中瞬间了然，这绝对是个想趁黑摸进皇宫，偷些御赐今晚银筷子去换钱的寻常飞贼，进我值班的地盘偷东西，那偷的可是我的工资。贼胆包天！我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根本懒得拔刀。在那名顶尖暗探惊恐拔剑的瞬间，我以极其恐怖的爆发速度，一把死死钳住了他持剑的手臂。死士的反应极快，反手就要切我的脉门，但我根本不讲武德，我极其干脆地用捏碎冰沫的力道，精准无误地捏住了他手肘处的麻筋。那名号称北离第一快剑的顶尖暗探，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条右臂的经脉瞬间被绝对的蛮力死死封住。他眼皮一翻，半截舌头吐在外面，像一条被抽了筋的死鱼，极其滑稽地软倒在了窗台上，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就这点力气也出来学人家做贼？我嫌弃地把他像拎小鸡一样拎进了大殿，啪嗒一声扔在地上，结果这一摔，一个带着相府标记的密信信筒从他的怀里咕噜噜地滚了出来。就在此时，内殿的门开了，听见动静的萧景琛披着外衣走了出来。他一眼就看到了地上那个口吐白沫的顶级暗探，以及那个带有相府印记的信筒。他弯腰捡起信筒，只扫了一眼，深邃的眼底便卷起了惊天骇浪。这是魏无极暗中勾结北离国，出卖大圣边防防线，企图引外敌入关，趁机篡位的铁证。魏无极终于按捺不住，彻底狗急跳墙了。有了这封密信，丞相谋反的大案终于被撕开了一道致命的缺口。萧景琛将密信紧紧攥在掌心，抬起头看向了
了站在窗边那个煞风景，还在心疼窗轴有没有被推坏的少女。夜风凄寒，顺着大开的窗户呼啸而入。我穿着单薄的镇店服，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萧景晨深吸了一口气，在这个冰冷刺骨、处处都是暗杀与算计的深宫里，只有他像一座永远不会倒塌的铁塔，牢牢地挡在了他所有的危险面前。不需要任何阴谋，不需要任何防备，他极其自然地解下了身上那件极其名贵、带着他独特龙涎香的御用大氅，然后缓步走到我的面前。在我不解的目光中，大圣的帝王微微低头，亲手将那件宽大的大氅轻轻披在了我的肩上。他还极其细致地帮我系好了领口的系带。叶吕梁，萧景晨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极致温柔与缠绵。那双常年犹如深渊般的眼眸，此刻在月光下倒映着的满满全是我。以后当差记得多穿些。若你病了，他顿了顿，语气轻柔的，仿佛怕惊碎了这夜色。朕会心疼。这是帝王生平第一次褪去所有的腹黑与防备，展露出的绝对柔情。气氛在这一刻缱绻到了极点，而被大氅紧紧包裹着的我，感受着这名贵布料的惊人保暖效果，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了起来。我微微低下头，看着近在咫尺的萧景晨，脑海中掀起了狂风巨浪。我的老天爷，主子竟然亲自给我披衣服，这大档的料子怕是比我10年的工资还要贵。不仅发高薪免赔偿，现在居然还发放这么顶级的御寒冬装福利，还亲口体恤下属不要生病，我感动的差点热泪盈眶。这天下去哪里找这么体贴员工的神仙老板？我猛地抬起头，迎着萧景晨那深情款款的目光，眼神坚定的宛如入党宣誓，中气十足的大吼一声：主子皇恩浩荡，属下誓死效忠，这差事属下绝不辞职，一定给您干到寿终正寝。月光下，萧景晨刚刚酝酿出的一腔百转柔肠，被我这声震耳欲聋的员工效忠宣言给震得稀碎。他无奈地闭了闭眼睛，嘴角却不可抑制地疯狂上扬，最终化作了一声极其纵容的低笑。他伸手自然地揉了揉我的发顶。好，那朕就许你干一辈子。入秋后，大圣皇室最盛大的活动西山秋猎如期而至。这本该是彰显国威、君臣同乐的好日子，可丞相魏无极却坐在高台上，那双阴鸷的眼睛死死盯着我这个一品贴身武卫，仿佛要在我的官服上烧出个洞来。禁军统领赵啸天得了丞相的眼色，再次跳了出来。皇上，神武卫天生神力，随侍左右自然稳妥。但此次秋猎，北离国的皇子拓跋耀也在场，若咱们大圣的御前内卫连马都骑不好，怕是会丢了国体。说着，赵啸天拍了拍手，几名禁军费力地牵出了一匹通体漆黑、双眼血红的烈马。那马极其暴躁，后蹄狂乱地踢打着地面，几个壮汉都快拉不住他。此马名唤夜野，乃是极西之地捕获的野马王，性子极烈。赵啸天冷笑着看向我，神武卫既然要护驾，总得出点风头，请吧。这马被下了暗药，极易发狂，只要我一跨上去，它就会疯狂颠簸，甚至冲下悬崖。只要我落了马，魏无极就能以御前失仪、武艺不精为由，当众剥夺我的官职。我看着这匹暴躁的黑马，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危险，而是这马的品相，起码值3200亿。若是我一不小心把它踢死了，或者是让它跑丢了，老板萧景晨会不会觉得我工作效率低下，克扣我这个月的出差补贴？万万不能砸了主子的资产。我深吸一口气，在所有人期待我出丑的目光中，大步走上前。那匹黑马发出一声震天的嘶鸣，张开嘴就要咬我。我面无表情，直接运转体内那练到极致，宛如洪中大吕般的横练真气，一股极致的顶级捕食者威压，顺着我的目光排山倒海般的朝着黑马碾压过去。我那师傅教过我，畜生最是欺软怕硬，只要你比他更像个杀神，他就是你膝下的哈巴狗。黑马夜影原本疯狂的嘶鸣声戛然而止，他那双赤红的眼睛在对上我视线的瞬间，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感受到了，站在他眼前的不是一个人类，而是一个能在瞬间将他脊椎骨生生拆掉的人形上古凶兽。跪下！我低声呵斥。在赵啸天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那匹方才还不可一世，连8个壮汉都拉不住的烈马王，竟然双腿一软，极其温顺，甚至带着几分谄媚的跪倒在我的脚边，甚至还主动用大脑袋蹭了蹭我的靴子，发出阵阵哀求般的呜咽。我顺势跨上马背，动作极其自然。主子，这马挺听话的，甚至还想给属下磕个头。萧景晨坐在看台上，原本紧握着扶手的手指松开了，他发出一声低笑，眼底全是那种不愧是朕选中的人的狂热。就在这时，北离皇子拓跋耀站了出来。他是个身高9尺、浑身横肉的蛮力怪胎，在大漠号称拓跋大元帅。他刚才目睹我降马，觉得我定是用了什么妖术，极其不屑地冷哼一声：“大圣皇帝，既然你的内卫神力无双，那本皇子倒想领教领教。咱们不比那些花哨，就比绝力。若这位姑娘能赢过本皇子，北离今年额外进贡1000匹良驹。”他伸出一只大手，指骨粗壮如胡萝卜，轻蔑地看向我：“小姑娘，敢跟本皇子掰个腕子吗？”萧景晨眼神一冷，刚要拒绝我，却已经双眼放光地站了出来。1000匹马
我飞快地在心底换算成白银。1000匹良驹，少说也值几十万两白银子。这要是赢了，主子的国库充盈了，我的年终奖还会远吗？皇子殿下请。我走到拓跋耀对面，两只手死死地握在了一起。拓跋耀满脸狞笑，浑身肌肉如囚笼般鼓起，大喝一声，使出了排山倒海般的蛮力。我稳如泰山，脚下的泥土被压进去了半寸，但我心中却在急速盘算。师傅说了，外交无小事，我要是直接把他手捏碎了，北离国会不会发动战争？一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变大，我的工资可能会缓发，得委婉点，轻一点。我深吸一口气，将原本能捏碎大石的力量收到了极点，大概只用了30%力，如同干枯木头折断的声音在寂静的猎场上响起。拓跋耀那张狂傲的脸在瞬间从酱紫色变成了惨白色，他的整只右手肉眼可见的扭曲了一个弧度，虽然没有流血，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那手骨怕是已经成了齑粉。拓跋耀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个人像只大虾一样痛苦地蜷缩在地，唱下一片死寂。我赶紧松开手，一脸无辜且极度惊慌地看向周围，甚至还熟练地用手背探了探他的额头，大声惊呼道：“哎呀，皇子殿下，这莫不是得了传说中的羊癫疯？怎么掰着掰着，突然全身抽搐，手还自己抽变形了？快叫太医，殿下发病了！”北离使团的人懵了，魏无极也懵了。萧景晨看着我那演技浮夸且真诚的无辜表情，憋笑憋得肩膀都在微微颤抖。他缓缓站起身，面色严肃，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北离皇子莫不是水土不服，旧疾复发？来人，快抬下去救治！沈内卫只是陪练，何罪之有？他在看台上居高临下地护住了我，那眼神分明在说干得漂亮。我感受到老板那充满底气的支持，腰杆挺得笔直，甚至还贴心地帮拓跋耀盖上了披风。萧景晨看着我赤手空拳折辱敌国勇士，心里简直爽翻了。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满脸写着别扣我钱的憨货才是这天下最可信赖也最讨他欢心的护盾。而我看着萧景晨为我撑腰的样子，内心感动得稀里哗啦。主子太够意思了，帮我把外交事故说成了医疗事故。跟着这样的老板干，我沈之一这辈子都不可能跳槽。真气外放夺兵权，西山秋猎大胜而归。当晚，皇宫太和殿内大摆庆功晚宴，然而大殿内的气氛却诡异到了极点。白天刚折损了北离皇子这个强力外援，丞相魏无极此刻坐在案后，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他死死盯着站在龙椅旁正百无聊赖啃着一块御赐糕点的我，眼底翻涌着亡命徒般的疯狂。既然雾离杀不死你，那老夫就用这天下奇毒，连你和皇帝一并送上黄泉。酒过3巡，魏无极突然站起身，他双手捧着一杯色泽纯净、宛如清泉的西域贡酒，步履沉稳地走到御阶之下。皇上今日秋猎大捷，老臣特以这杯百年雪莲酿，敬皇上龙体安康，敬大圣万世太平。萧景晨眼神一凛，这老狐狸平时恨不得生吞了他，怎么可能好心敬酒？这酒里绝对有见血封喉的剧毒。萧景晨刚想找个借口打翻这杯酒，站在他身侧的我脑子里的顶级安保雷达却瞬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警报。这老登笑得这么阴险，酒里肯定下了耗子药，他这是想毒死给我发工资的皇上。皇上要是被毒死了，我的300月钱找谁要去？大圣集团要是破产重组了，我去哪找这么好的包吃包住铁饭碗？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绝不能让这杯酒碰到老板的嘴唇。根本没给萧景晨任何反应的时间，我一个箭步从御阶上窜了下去，以猛虎下山之势，一把从魏无极手里夺过了那杯毒酒。丞相大人这话说得好，但按照咱们大圣内务府的安保章程，主子入口的东西，属下必须得先试毒。我大义凛然地吼完这句，为了向老板表忠心，也为了彻底断绝这杯酒毒死老板的可能，我一仰头咕咚一声，豪迈地将那杯无色奇毒一滴不剩地灌进了肚子里。萧景晨手里把玩的玉扳指掉在了地上，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萧景晨的瞳孔骤然紧缩，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仿佛彻底被抽干，他的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捅了一刀，停止了跳动。那是奇毒，是连银针都试不出来的西域绝命毒药。他明明知道有毒，为了保护他，竟然连一丝犹豫都没有，直接替他喝了下去。大圣的帝王彻底失态了，他猛地站起身，双眼瞬间猩红，声音里带着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恐惧与绝望。这一刻他才恍然惊觉，这高高在上的皇权算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财迷心窍却愿意为了他豁出命去的傻丫头，这万里江山要来何用？而此刻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魏无极的嘴角已经勾起了扭曲的狂笑，他等着看我的惨状。然而1秒、2秒、10秒过去了，我站在原地，有些纳闷地咂了咂嘴，这酒劲儿还挺大，有点辣嗓子。是，那西域奇毒刚一进入我的五脏六腑，我体内那浑厚无匹、练了10几年的横练硬气功真气，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瞬间将这些毒素包裹了起来。
我的身体竟然蛮横地把这天下剧毒当成了一颗超级大补丸，瞬间将其转化为了精纯的真气，一股狂暴的热流瞬间在我的丹田内炸开。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充满了气的皮球，浑身燥热难耐，鼻尖甚至冒出了几滴热汗。不行，吃撑了，得打个嗝顺顺气。我不舒服地扭了扭脖子，然后深吸一口气，微微张开嘴。为了在满朝文武面前保持我一品内卫的高冷形象，我极力压制住那个极其不雅的饱嗝，将其化作了一声优雅轻柔的叹息。就是这轻柔的一声叹息，伴随着我体内无处安放的狂暴真气，在吐息的瞬间，化作了一道肉眼可见的恐怖气浪波纹，以我为圆心，精准地朝着魏无极那一侧的席位排山倒海般席卷而去，根本不讲任何物理法则。气浪扫过之处，魏无极和他手下所有挡雨桌案上的名贵琉璃盏、白玉壶，在一瞬间被这股霸道的外放真气齐刷刷的全部震作了晶莹的粉末，酒水四溅，粉末横飞，丞相一党被这股气浪震得人仰马翻，头发凌乱，一个个像见鬼一样瘫倒在地。我看着那一地粉碎的悲剧，倒吸了一口凉气，脑子里疯狂闪过一排大字：完了，吃大补药没控制住真气，毁坏了这么多皇家高档餐具，这得扣我多少年的工资啊！我极其心虚地低下了头，根本不敢看龙椅上的老板。而龙椅上的萧景晨看着我，不仅活蹦乱跳，甚至还用一个叹息把丞相一党的桌子给掀了。他眼底的绝望瞬间化为了狂喜，随后狂喜被暴力的震怒所取代。魏无极竟然敢当着他的面毒杀他放在心尖上的人，萧景晨彻底撕下了隐忍的面具。他猛地一拍龙书案，借着我刚才震碎满堂琉璃的恐怖威势，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吼。天降异象，雷霆震怒，魏无极你进献毒酒，惹得天怒人怨，连老天都降下无形神力，震碎了你等乱贼子的酒盏，还有何话可说？魏无极整个人都傻了，他看了看地上的粉末，又看了看面色红润，甚至还偷偷打了个饱嗝的我，道心彻底崩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喝了见血封喉的奇毒，不仅没死，甚至还能真气外放，把他们全家的被子都给扬了。这怎么打？来人！萧景晨根本不给魏无极任何喘息的机会，他拔出天子剑，剑锋直指魏无极，厉声大喝：丞相魏无极殿前失仪惊扰天下，即刻褫夺其京城南营5万兵马，指挥权兵符交由申老将军监管，若有违抗，就地格杀。禁军如狼似虎地冲了进来，在一片鬼哭狼嚎中，魏无极明面上的最后一半兵权就这样被萧景晨雷霆夺回，大局已定。萧景晨大步走下御阶，完全无视了满殿战战兢兢的群臣，他走到我面前，一把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腕，力道大的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失而复得的极致庆幸与后怕，他的声音还在微微发颤，咬牙切齿却又深情入骨。以后没有朕的允许，不准你再提朕和任何东西，听到没有？我看着老板那副关心员工身体健康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暖流。主子放心，我感动地拍了拍胸脯，压低声音，认真地向他保证：只要主子不让内务府扣我摔杯子的钱，属下这条命以后就是主子您的了。萧景晨看着我满眼都是保住工资的清澈目光，彻底气笑了。他狠狠地将我拉进怀里，用力地抱了一下，随后咬着牙发出一声无奈又极度宠溺的叹息：不扣，朕的天下都是你的，扣个屁！魏无极明面上的兵权被萧景晨彻底扒了个干净，但在申东前往西山行宫避寒的路上，这位权倾朝野的丞相终于露出了他隐藏了数十年的终极底牌。既然朝堂上玩不过，那就掀桌子。深夜西山行宫外火光冲天，魏无极与禁军统领赵啸天狗急跳墙，竟发动了亲近相府家底，暗中蓄养了10数年的上万死士私军，将整座行宫围了个水泄不通。杀进去，活捉昏君！赵啸天骑在战马上，挥舞着长刀，声嘶力竭的怒吼。上万名顶盔缺甲的叛军宛如黑色的潮水，轰隆隆地撞击着行宫那摇摇欲坠的朱红大门。行宫正殿内气氛凝重到了极点，萧景晨一袭黑金龙袍，负手立于高高的露台之上，冷冷地俯视着下方如蝼蚁般的叛军。他早已暗中传信给沈老将军，援军天亮便到。但问题是，行宫仅有的几百名禁卫能不能撑过这漫长的一夜？就在这大厦将倾、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行宫偏殿的小厨房里传出了一声极其凄厉、充满着愤怒的咆哮：我的加餐！视线拉回一炷香之前，作为一品内卫，我今晚的宵夜福利是一碗丰盛。过了4个荷包蛋的极品红烧肉盖饭，我正满心欢喜地拿着筷子，准备享受这美好的带薪干饭时光时，一块从行宫外被叛军投石机砸进来的飞石，精准地砸穿了小厨房的屋顶，不偏不倚，将我那碗热腾腾的红烧肉盖饭砸成了一滩和着泥灰的不可名状物。我看着地上那4个被砸扁的荷包蛋，整个人都在剧烈的颤抖。不仅砸我的饭碗，还要砸我的饭碗。外面那帮叛军要是冲进来把皇上砍了，谁来赔我的红烧肉？谁来发我下个月的工资？这可是老娘好不容易考上了宇宙尽头铁饭碗，不可
可原谅。我双眼瞬间充血，浑身的横练气血宛如沸腾的岩浆般疯狂涌动。我嫌弃腰间的玄铁横刀太轻，根本不够砸人。最终，我的目光锁定在了灶台上那个为了给先帝熬补药，用极品黑砂岩打造、重达几十斤的巨型大砂锅上。就你了。我单手抄起那口比我半个身子还大的沉重黑砂锅，一脚踹碎了小厨房的门，宛如一尊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护食修罗，直奔行宫大门而去。此时行宫大门被叛军撞开，赵啸天狞笑着一马当先冲了进来。然而迎接他的不是慌乱的禁卫，而是一个举着大砂锅、眼睛里冒着幽幽绿光的少女。还我的红烧肉！我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脚下坚硬的青石板轰然炸裂，整个人化作一道恐怖的黑色残影，蛮横地撞入了上万人的敌阵之中。我左手抡起那口几十斤重的大砂锅，像拍苍蝇一样左右开弓。凡是被锅底扫到的叛军，连人带兵器，就像被发狂的犀牛撞上一般，直接横飞出3丈远，整齐地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道抛物线，然后双眼一翻，口吐白沫地晕死过去。遇到躲得快的，我便闪电般伸出右手，精准地捏住他们的麻筋，一片接一片的叛军宛如被割倒的韭菜，手脚抽搐着瘫软在地，甚至连兵器都握不住，满地打滚。我在万军丛中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处硬生生被我用大砂锅砸出了一条宽阔的真空地带。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赵啸天看着自己精心培养的死士被一口熬药的锅像拍蒜一样拍飞，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怒急攻心，一甲马腹举起百炼金刚刀，朝着我的面门狠狠劈来。神之翼给我死！你赔我的荷包蛋！我看着这个罪魁祸首，心中的怒火攀升到了极点。我根本不闪不避，腰腹猛地发力，将10乘10的千斤坠神力灌注于双臂之上。走你！我粗暴地将手里那口几十斤重的大砂锅，像投掷炮弹一样，朝着半空中的赵啸天狠狠砸了过去。大砂锅带着极其恐怖的破空声撕裂了夜风。赵啸天的金刚大刀刚砍在锅底上，刀刃当场崩碎，紧接着砰的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大砂锅去视不见，极其精准、极其丝滑的砸在了赵啸天的脑门上。赵啸天连惨叫都没发出来，整个人像一截木桩一样被这记砂锅爆头，硬生生从马背上砸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10几圈，安详地晕死了过去。而那口质量极好的大砂锅在地上弹了2下，竟然连个口子都没磕破。大军的统帅就这样被一口锅给秒了，全场死寂。上万名叛军举着刀，看着那个站在满地晕厥人体中央还在心疼晚饭的少女，吓得双腿打颤，连兵器都扔了一地。而此时站在行宫外的高坡上，原本运筹帷幄的丞相魏无极目睹了这堪称玄幻的荒谬一幕，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开始剧烈的抽搐。他看着自己耗尽半生心血、倾尽家财培养的无敌死士，被一个不讲道理的莽夫用物理手段像扫垃圾一样平推。魏无极的眼珠子死死凸起，整个人猛地揪住了自己的头发，世界观彻底崩溃了。老夫算计了天象，老夫算计了人心，老夫甚至算计了皇帝的粮草。魏无极指着战场中央那口黑漆漆的大砂锅，发出了灵魂深处最绝望的咆哮。可哪本兵书上教过怎么对付一口熬药的大砂锅？智谋在绝对的蛮力面前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魏无极仰天惨笑，两眼一翻，彻底疯癫了。而此时高高的露台之上，大圣王朝的帝王萧景琛迎着凛冽的夜风，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个在万军丛中横扫千军、抡锅砸人的煞神，他的眼底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这天下人的皇后都在宫中母仪天下端庄贤淑，而他萧景琛的女人正在下面凭一己之力平推叛军，太霸气了，太有安全感了，和他简直绝配。萧景琛嘴角勾起一抹惊艳绝伦的弧度，轻声呢喃：你为朕护着万里江山，朕便许你这盛世天下。行宫外晨曦破晓，当沈老将军带着5万平叛大军，火急火燎满头大汗的赶到西山行宫救援时，他连刀都没来得及拔出刀鞘，整个人就僵在了马背上。想象中血流成河、皇上遇险的悲壮画面根本不存在。偌大的行宫广场上，上万名叛军极其安详地躺了一地，不是捂着胳膊就是捂着麻筋，连哼哼的力气都没了。而战场的正中央，他那个本该手无缚鸡之力的水灵闺女，正一只脚霸气地踩在叛军统领赵啸天的后背上，另一只手极其轻松地抛着一口几十斤重、黑漆漆的熬药大砂锅。砂锅在半空中翻了个跟头，稳稳落入他的掌心。沈老将军坐在马背上，呆呆地看着那口大砂锅，又看了看旁边那个被直接吓疯了、
正蹲在地上阿巴阿巴数蚂蚁的丞相魏无极。沈老将军深吸了一口气，顿觉一阵极其猛烈的天旋地转，胸闷气短。我水灵灵的闺女，终究是变成了一头暴龙啊！沈老将军双眼一翻，身体直挺挺的，就要往马下栽去。3日后，大军班师回朝，谋逆的丞相一党被连根拔起，大圣朝堂彻底清明。太和殿上，萧景琛端坐龙椅威仪万千，他看着站在武将首位，因为刚刚领了评判奖金而笑得合不拢嘴的沈之意，眼底满是纵容与宠溺。沈之意评判救驾，居功至伟，朕特封其为护国大将军，赐金牌令箭。萧景琛顿了顿，声音瞬间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帝王霸气，并赐封为大圣皇后，则即日大婚执掌凤印。此言一出，朝野震动。礼部尚书是个极其古板的老头，一听这话，急得胡子都翘起来了。皇上三思啊！沈大将军虽然武勇，但终究是个舞刀弄枪的武人。大圣皇后理应端庄贤淑，母仪天下，怎能由一位抡大杀过的武将来担当？这简直有违祖制礼法不容啊！礼部尚书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有一副你敢封他，我就撞死在这盘龙柱上的架势。萧景琛也不生气，他只是慵懒地靠在龙椅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语气平静地抛出了一句话：尚书大人说的有理，既然你不服。萧景琛指了指站在一旁，正用2根手指极其轻松地捏碎核桃吃的沈之意。那你现在就去跟沈将军掰个手腕，你赢了朕就听你的，你输了就回去给朕乖乖翻黄历，挑个好日子，如何？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礼部尚书顺着皇上的手指看过去，只见沈之意将手里那颗坚硬的野生大核桃捏成了极细的粉末，然后极其随和地冲他露出了一个灿烂微笑。礼部尚书那干瘦的脖子猛地一缩，他咽了一口极其艰难的唾沫，膝盖在地上极其丝滑地转了个方向，对着萧景琛重重地磕了个头，声音洪亮的仿佛换了个人。皇上圣明，沈将军天生神力，镇国安邦，简直是母仪天下的不二人选啊！老臣这就回去翻黄历，臣以为下个月初8就是黄道吉日。萧景琛满意的笑了。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圣王朝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声势浩大的一场帝后大婚。10里红妆，普天同庆。我穿着极其繁复、重达数十斤的凤冠霞帔，走在铺满红毯的御道上。但我那10几年当安保打工人的职业病根本改不掉，即便穿着嫁衣，我的右手依然习惯性的按在腰间那个平时用来挂玄铁横刀的位置，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生怕哪个不长眼的刺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砸了我的终生饭碗。深夜坤宁宫内，龙凤红烛高烧，萧景琛挑开了我的红盖头，褪去了一身冷厉帝王威压的他，此刻眉眼温柔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他在我身边坐下，没有任何虚头巴脑的试探，也没有任何君王的架子，他只是郑重的从袖子里掏出了2样东西，轻轻放在了我的掌心，一方代表着天下至高权力的传国玉玺，以及一把沉甸甸的代表着大圣皇室所有私库和财富的纯金钥匙。之意。萧景琛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低沉健雅，带着将一切和盘托出的极致深情与沉浮。这江山是你的，朕的命也是你的。红烛摇曳，我低着头看着掌心里那把纯金的库房钥匙，又抬起头撞进了萧景琛那双仿佛装满了满天星辰的深邃眼眸里。那一刻，我这颗练了10几年横练金钟罩，满脑子只有打卡拿工资的铁石心脏，竟然不受控制的猛地漏跳了一拍。一丝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酥酥麻麻的微小悸动，顺着我的4肢百骸隐秘的蔓延开来，脸颊莫名其妙的开始发烫，甚至连手心都渗出了一丝薄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走火入魔了？但仅仅过了1秒钟，我那强大的打工人脑回路就强势地将这种心跳加速的悸动给出了一个完美自洽的科学解释。懂了，我在心里激动地狂吼，这就是天降横财带来的巨大生理性刺激啊！我的老天爷，传国玉玺加皇家金库钥匙，这就等于我直接拿到了大圣集团的最高股份，成了掌握公司财务大权的第一合伙人啊！以后不用巡逻站岗，不用起早贪黑，甚至连饭都有人喂到嘴里，就能心安理得的攥着皇家最大的家产。这哪里是当皇后，这分明是换了个名头，做拿御用顶级俸禄的终身免检护卫啊！我两眼瞬间放射出比红烛还要明亮100倍的光芒，我一把将玉玺和金库钥匙死死地搂进怀里，响亮地亲了一口那把金钥匙，然后在萧景琛那宠溺到了极点的目光中，反手给了他一个极其结实、极其具有兄弟情谊的熊抱。主子大气！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中气十足地向我的终生饭碗做出了最终宣誓。您放心，只要金库还在，属下这辈子就死磕在你身边了。谁敢动您一根头发，我就拿着玉玺砸烂他的狗头！萧景琛被我勒得差点喘不过气来，但他没有推开我，
反而将下巴轻轻搁在我的颈窝里，纵容地笑出了声。窗外大雪覆满宫墙，掩盖了一切曾经的阴谋与杀戮。而在这温暖的坤宁宫内，一场鸡同鸭讲、南辕北辙的跨服聊天，最终缔造了大圣王朝史上最坚不可摧也最鸡飞狗跳的完美姻缘。这金饭碗太稳了。